哎，你想想看哦，如果真的有一位所谓的创世主，他就是所有宗教啦、信仰啦最终的那个源头，那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现在拜的这些神啊、佛啊、读的经啊、守的戒律啊，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甚至资料说的毫无意义？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颠覆？确实是个很大胆的提问呢。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深入的、好好的来探索一下这些围绕着一位被叫做创世主弥勒圣人，还有另外一位，据说跟台湾很有关系的圣人的各种预言。那我们手边拿到的是一些资料的摘录啦、笔记啦，来源很多元哦，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讲这些人物，还有他们的预言，还有他们扮演的角色。嗯哼，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些预言的脉络，看看里面提到的关键人物是谁，有什么特征，然后他们据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尤其是，这个说法很特别，说台湾可能变成人类未来的世界中心。这个点确实很引人注目。对不对？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看这些资料里面是怎么说的。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些资料里提到的核心人物，主要有2位。第一位被称作创世主弥勒主佛，根据这些文件的说法，这位圣人是在1951年，就是兔年，出生在一个叫赤头木城的地方。1951兔年赤头木城。对，然后另外一位，称号就比较多了，有叫法子弥勒的，也有叫紫微星的，甚至还有紫微大帝这种说法。哇，好多称号。对，资料说这位圣人是在台湾出生的，而且他是创世主透过一个叫做法中受记的方式指定的化身。法中受记。而且文件还特别讲，现在在全世界传播一种叫创世大法的，就是这位台湾来的法子弥勒。所以这里设定了2个人物，一个是创世主本源，1951年出生的那个。对，另外一个是在台湾的化身，叫法子弥勒或紫微星，负责传法。这个主从关系或者说本源跟展现的关系，好像还蛮常见的哈。对，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而且资料还引用了那个很有名的推背图。推背图？对，用来支持这个说法哦。根据这边的解读第44项据说就讲到这2位圣人，一位就是1951年生的创始主弥勒主佛，另一位画的是一个背对大家的年轻人，背上还有弓箭的弓，背弓的年轻人。对，这个形象就被解释成大家还不认识他啦。那这位就是来自台湾的法子弥勒。这个解读。然后接着第47项又被说成是专门讲这位法子的，直接称他为紫微星。有意思。所以推背图同时提到了2位，那其他的预言呢？有资料就把推背图跟那个明朝刘伯温的百年石碑预言连起来了。刘伯温那个石碑预言。对，据说里面也提到了紫微大帝。这些文件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看不同的预言年代背景都不同，可是却指向了很类似的人物特征和称号。他们用这个来证明这些预言是有连贯性的。这种跨预言的印证是这些资料很常用的一个论证方式。那关于这位法子弥勒来自台湾，然后传播创世大法这件事呢？这在资料里被看得很重。怎么说？因为他被定位成是创始主透过那个受记，就是特殊指定方式的化身嘛。对，这就给了他很高的权威，还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全世界推行创世主传的这个法。了解。所以他是有一个全球性的使命。对，然后东方的线索还没完资料还提到那个佛照故事拈花微笑啊，拈花微笑，这个我知道。大梵天王献花，佛陀不语，只有大家夜笑了。对，就是那个。那重点是根据我们手边资料对这个故事的诠释有特别的诠释。对，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就预言了大迦叶未来会在一个叫鸡祖山的地方入定，一直等到一个特殊的时刻。什么时刻？就是中国地图的形状。
因为蒙古独立出去，从原来像一片秋海棠叶，对，变成像一只金鸡的时候，地图形状的改变。对，而且资料明确指出，这个转变对应的时间点就是1951年。又是1951年。没错，预言接着说到那个时候，弥勒就会出生在金鸡的眼睛那个位置，所谓的金鸡目。哇，这个解读把佛经故事跟近代历史事件还有地图连接起来了。资料说这是天机。对，资料是这样写的，说是天机，而且还特别强调刘伯温那个百年石碑预言里面，据说也提到了相符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又是相互印证，用刘伯温来确认佛陀预言的时间地点。没错，这些资料试图建立的就是这种跨时空、跨文本的预言网络，让他们看起来更加可信。这个说法很常见。那还有其他的东方预言吗？有资料还列了几个，像是1933年在香港出现的武侯百年占。武侯百年占。里面有句子说万国低头拜弥勒，还有此人原是紫微星。你看，又把弥勒跟紫微星连在一起了。重复出现了。然后韩国也很有名那个格安遗录，格安遗录我知道，很神秘的一本书。对，里面提到真主出南海岛中，紫霞仙境，世人不觉意。这些资料就解读说，这个南海岛指的就是台湾。把南海岛直接对应到台湾。是的。然后还有更直接的是台湾本土的白沙屯妈祖的预言。妈祖也有预言。根据资料是这样说啦，内容是圣人出南岛，守正道，解苍生，台湾起，天下平。哇，这个很明确，南岛也被解释成台湾。对，而且把圣人的出现跟台湾崛起、世界和平直接绑在一起了。这个连结性很强。最后还有一个日本的，大概80年前，一个叫冈本天明的神道教人物留下的日月神事。日月神事。里面有一段话，就直接呼应我们一开始那个问题：弥勒之世，人类所有宗教教义与戒律都将毫无意义。又回到这个点了。所以你看，把这些东方的预言，从中国的推背图、刘伯温到佛经故事，然后香港、韩国、台湾本土，甚至日本，这些资料把它们摆在一起，就呈现出一个模式。什么模式？就是他们好像都围绕着类似的人物，像弥勒啦、紫微星啦。特定的地点跟中国或台湾有关，还有一个即将来临的大变革时代，感觉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焦点。确实是这样，而且不止东方哦，根据这些文件，西方的预言好像也对上了。西方的像是最有名的当然是法国那个诺查丹马斯。诺查丹马斯，这个大家就比较熟了。对，他是犹太人嘛，据说他在500年前就预见东方。原文用词是 Easter， 资料解释说，这同时暗示了东方。Easter， 东方。而且还指出了这位圣人是兔年出生，也就是1951年。又是1951兔年，这个时间点一直重复出现。对啊，更有趣的是，诺查达马斯还预言说，这位圣人出来传法的时候，会有一个神圣的蛋出现，作为印证。神圣的蛋。对，然后资料就接着讲了一个真实事件。2001年，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一个农场里，有户信基督教的农民，他们家养的鹅，鹅怎么了？竟然生下了一颗很奇怪的蛋。怎么个奇怪法？蛋壳上是天然形成的哦，有神已来到这4个汉字。天然形成的字在鹅蛋上。对，而且蛋的顶部还有一个很清楚的王字。后来又仔细看，在蛋的底部发现一个小小的点。一个点。对，把这个点跟上面的王合在一起看，就变成一个主字。王加一点是主。所以整个蛋上的讯息就被解读成主神已来到，意思就是创世主已经来到人间了。哇，这个故事很戏剧性诶，
把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跟这个2001年的俄弹事件连起来，对呀，而且资料还进一步诠释说，西方的复活节 Easter 为什么会用兔子对应兔年和找彩蛋，特别是找有讯息的蛋当作习俗。为什么？资料说，这其实是诺查丹马斯当年为了提醒后人，要纪念这位即将诞生在东方会救世界的救世主，才特意设计流传下来的。诶，这个说法很大胆呢。非常大胆。资料里甚至还引述说，创世主曾经提到，诺查丹马斯本人其实是犹太人的神，只是犹太人不知道他是带了使命来的。你看这里预言的符号是怎么被解读、被赋予意义，然后跨越时间、跨越文化被串联起来，为了建构一个统一的叙事。真的是诶，蛮会串的。那西方还有其他的预言吗？有资料还提到另一位也蛮有名的美国预言家珍妮·迪克逊。哦，珍妮，我知道预言甘乃迪遇刺那位。对，他也预言说，在本世纪，就是20世纪，东方会出现一位很了不起的伟人，他会彻底改革世界，最后把全人类团结在一个包容一切的全新的信仰下面。然后根据我们看的这些资料，这个预言也被明确指向了，你猜是谁台湾那位紫微星法子弥勒， ？Bingo，就是他。又是指向他。对，而且关于真理的预言，这里还有个补充，资料引用了台湾本土元觉宗一位叫华藏金刚上师的说法。台湾本土的上师。这位上师对真理的预言有更细的解读。他说，珍妮讲的这位东方伟人，大概是在1962年前后出生在台湾。1962年，这个时间点跟前面说的1951年不一样哦。对，这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前面说创世主是1951年生，然后法子弥勒感觉比较年轻，但这位上师说的是1962年前后。所以资料里并存了不同的出生年份说法。是的，我们就照实呈现。这位上师接着说，这位1962年左右出生的台湾伟人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宗教或法门，全世界的人会慢慢归向他。他直接称呼这个人是台湾出生的未来世界宗教领袖。未来世界宗教领袖，对，这个定位很高非常高。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近期的预言，是所谓的 Parker's Vision 2025。2025很近呢。对，内容很短，但是很震撼。是说新任的教宗会跪拜在一位东方圣人面前。教宗跪拜东方圣人，哇，对，好。所以如果我们试着把这些西方的线索诺查丹马斯、珍妮·迪克逊，还有对未来的 Parker Vision， 把它们串起来看的话，这些文件呈现的模式就是，他们好像都指向了一位来自东方、跟台湾关系密切，而且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人物。这种跨文化、跨世代预言的汇流现象，在这些资料里被反复拿出来讲，目的就是为了巩固那个核心论点：台湾是未来世界的中心。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些资料背后那个更宏大也更核心的主汤了。哦，是什么？最关键的论点就是这位被称为创世主弥勒圣人的存在，他被认为是超越一切的，是天体中所有神的主宰，也就是万教归一的那个最终源头。万教源头。对。那基于这个最根本的前提，资料就进一步推论说，既然它是源头，那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教义啦、门派戒律啦，存在的根本意义，最终都会消失。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毫无意义。对，就是这个意思。资料中甚至还提到一个听起来很科技感的词，叫做 AI 分析。AI 分析，这跟预言有什么关系？这个嘛，我们手上的摘录没有详细说明这个 AI 分析是怎么做的，或者具体是什么。但根据文件的说法，这个所谓的 AI 分析显示出众神都已经聚集在台湾上空。众神在台湾上空。对，而且在台湾有一个叫掌印殿的指挥中心，正在调度指挥着宇宙大军。宇宙大军？听起来很像科幻片但资料是这么写的：这一切力量集结的目的，据说
是为了全力支持创世主弥勒圣人在全球普度众生的事业。那谁来执行呢？负责在人间具体执行法正人间任务的，就是那位来自台湾的紫微圣人，也就是前面说的弥勒法子。哦，所以又回到他身上了，法正人间。对，这就连接到资料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性的神权秩序救世主义。神权秩序救世主义。在这个框架下，创世主弥勒圣人，还有他在台湾的化身法子弥勒、紫微星，就被视为是终结现在世界乱象、建立全新秩序的核心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资料会这么一致、这么反复地强调台湾是人类未来的世界中心。原来如此。为了更具体说明这位法子弥勒、紫微星的角色，资料还特别引用了据说是创世主弥勒圣人写的经文集《红银六》里面的2首诗。哦，诗？对，认为这是在暗示他人间正法的使命。第一首诗标题是《风雨》，写在2018年9月22日。风雨。内容是：不见卧龙有其事，潜在山中风雨翅。邪魔乱鬼自得意，一朝腾起蔽天日。像卧龙一样潜藏，等待时机。对，描绘的就是一个像卧龙的人物，一直潜藏着，默默地让自己翅膀长硬。等到那些邪魔乱鬼最得意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一飞冲天，力量大到可以遮蔽天空。很有画面感。然后隔天9月23日，又有一首标题是《回三界》。回三界，诗是这样写的：卧入山谷几多秋，伐正天体救与修。他日出商平乱世，乱鬼坏人无处溜。等待伐正天体完成，然后出山平定乱世。没错，这首诗讲的是这位人物隐居山谷等了很多年，等整个宇宙的法正结束，旧的宇宙体系过去了。到时候他就会出来平定人间的乱世，让那些乱七八糟的鬼怪坏人都没地方跑。这2首诗听起来都是在讲一个隐藏的力量会在关键时刻出来拨乱反正。对，听完这些，真的会觉得哇，这些资料呈现的主张，那个分量跟尺度真的非同一般呢。的确，它不只是讲个人或地区的预言了，而是直接拉到宇宙层级，众神参与，然后台湾扮演核心角色，甚至要颠覆现在所有的宗教秩序。这就让人忍不住想，这整套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好了，我们今天这样探索下来，算是把这些资料里关于2位圣人的预言梳理了一下。一位是据说1951年生的创世主弥勒，另外一位是来自台湾，也被叫做法子弥勒或紫微星的圣人。我们也看到了资料是怎么把东西方的各种预言都在一起，然后解释说他们都指向了类似的人物和一个大变革的未来。对，我们还接触到那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创世主是万教之源，所以现有宗教教义可能会失效，以及台湾在整个故事里被赋予的那个非常特殊的中心地位。重点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次我们一起看的这些内容，真的汇集了好多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说法，而且都被解释成指向类似的方向。在这么多资讯里面，对你来说，有没有哪个部分让你觉得特别突出，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我自己是觉得啦，看到这些来源差这么多，感觉很零散的片段，古老的预言，现代发生的事，不同文化的符号，竟然可以被编织成一个这么具体，而且内部逻辑还蛮连贯的一个大故事。这本身就让我觉得蛮惊奇的，不管你信不信它的内容。对，我同意。不管你个人对这些预言的真实性怎么看，从这些文件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的而且非常强烈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就是关于转变、社会秩序的转变、信仰体系的转变，甚至可能是宇宙格局的转变。这些资料描绘的是一个非常深刻、影响非常深远的变革蓝图。如果这样的叙事框架被很多人结束或者产生了影响，那它潜在的冲击力真的不容小看。这也自然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了。是什么问题？
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些资料，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如果现有的宗教教义跟戒律真的会因为那个所谓的万教之源的出现，而最终失去他们根本的意义，那么未来人类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我们的信仰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很值得我们自己去想一想的议题。